祖先疗愈，快点来参加吧！欢迎大家又回到我的频道。这一集呢，我们比较应急一点，我们要讲4月4号的清明节，相信大家都会去做扫墓等等，就是去尽一片孝心的这个活动，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个仪式吧。那么讲到我们的祖先的话，我本身就有一些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可是我觉得我的不够劲爆。今天来的嘉宾有 Kelly，Hello， 还有 Wilson， 是我。那么相信大家也看过他们之前的一些视频，就在我的频道里面。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祖先的主题？因为外国人还有亚洲人的祖先的这个主题呢，都差不多大同小异。而且我们这一次会有一个特别安排的 workshop， 就是工作室之类的，希望大家可以参与，然后就叫做祖先疗愈之旅。希望大家就是可以亲身来一次我们在 KL 的这个地点，在 Cheras 那边。马可特 Cheras， 然后亲身体验一下。那么主要呢，就是要分享一些故事，关于祖先如何影响我们的后代。然后你听完2位嘉宾的故事分享过后，你就会知道佛教里面所谓的那种什么祖先业障或者是冤亲债主，的确是存在。就是我本身的也是有被影响到，可以这样子讲吧。首先，我觉得应该是 Kelly 比较想分享吧，因为他是 half Thai and half Chinese， 他妈妈是泰国人，然后他妈妈的那个 bloodline 就是 lineage 是特别强悍的，他可以自己讲故事，来吧。大家好，其实对之前的影片就是有讲到，我是混血儿，就是有一半的泰国人血统，然后也有另外一半就是马来西亚华人的血统。其实有一个应该是你也没有听过，就是其实我的妈妈那边的话，除了巫师以外，还有和尚也是有啊。谁是和尚？就是你的奶奶可以同时是巫师也是我的太婆是算是巫师，然后我的外婆的兄弟姐妹那边有和尚。哦，对，他们是长期的出家那一种。听到了，各位，就是这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什么bloodline lineage 是很强的哟。OK 吧？是不是有很多故事分享？我也没有太多想法，其实主要来讲的话，我受影响比较多是我太婆那一边，也就是我妈妈的婆婆。那一边来讲的话，其实我也是蛮最近才知道这个东西的，大概是1年前。因为故事是这样子的啦，就是我的太婆在他们的那个年代的时候呢，是做类似巫师这样子的东西，但具体其实它是什么样的门派，或者 in detail 更加详细，还是用什么道具的话，其实这一个是蛮难去知道的。 OK， 因为什么在那边来讲，其实一开始我的太婆她是想要把这个东西传给我妈妈，后来我妈妈其实本身她是一个比较敏感体质的一个人，所以我们从小到大无论是去哪里的旅馆啊 hotel 等等的，她都会看到一些鬼魂，要么就是可能来跟她要求要帮忙啊，要她捐棺材啊之类的，否则的话也是一些已经是居住在那一边了的孤魂野鬼，她都会看得到。对我来讲，其实我小时候的概念就是我妈妈是一个敏感体质，可是这个应该不关我的事情，我应该没有这个东西。可是你妈妈会讲吗？那边墙角那边有一会，所以对我来讲其实很正常的一个东西来的。她就是可能会睡醒，哎呀，昨晚有一个人蹲在那一边，然后你爸爸去厕所还要踢到他我整晚没有得睡那一种。这种 story 所以你从小已经听到，好像不觉得有什么触奇，就是灵就好像很正常的东西，不会觉得是有什么出奇的东西。也包括因为我妈妈会泰语嘛，所以好像有时候马来西亚就很喜欢。你妈妈就是泰国人对吧？对，好像除了你是一般华人。
他们就是有时候这里马来西亚华人会请一些高僧啊，或者是阿詹啊，或者一些波摩这样子来马来西亚，他也会去那边帮忙翻译这种。所以我从小就是看到那些人去降头啊，然后在你面前偶来偶去啊，那种啊，对，很小就看到这种东西了。从小就被训练了。也有这样子啦，那个时候因为好小嘛，很小，你也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很 special 的东西，就是我妈妈的生活咯，我就这样子跟住她。然后呢，因为她是一个敏感体质，然后其实我太婆是想要把她所会的东西都传给我妈妈，但是我妈妈拒绝，我妈妈就是不要去做这个东西，她完完全全没有去碰。他就是 as 一个可能 normal 的佛教徒会去上香拜拜，然后时不时去跑一下庙这样子，但是从来都不会去碰我太婆那边的东西，所以他也没有跟我讲过，就是我们家里其实有这种血统。我是在去年的时候，我突然间去问我妈妈，就是其实家里有没有这样子的，可能有做这样的东西啊，还是那种穿白衣的。我妈妈就问我，为什么你要知道？第一次我问她我们是在 WhatsApp 聊天，聊下，因为我妈妈在泰国嘛，我们聊下过后我下一句问她家里有没有这样的血统啊，我妈妈直接不见人，那个 WhatsApp 直接一个 tick 掉啊，对，她直接一个 tick， 很少，我妈妈是秒回人来的。后来我就不用紧，过了1个星期，我再问她这个东西，她就跟我讲，当时候是电话坏了，所以他没有回复我。所以我问他的时候，他就问我说：“怎么你会想知道？”我就好奇咯，就装没有事啦，好奇什么的。后来他就有跟我讲其实太婆是做这一类型的东西。然后其实他下一句话就是让我整个人直接锁掉的。他直接跟我讲，就是其实你就是你太婆的后生啊，你太婆就是他 reincarnate， 他投胎然后变成你我当下跟你一样我就什么意思？我就问他啦，一样的点，这个是什么意思？他就讲是因为我在1岁的时候第一次回家乡，第一次回清迈这个地方，我回到去，我第一件事情，我下了车，我直接冲去我的太婆，装着她的法器，还有她的那一些衣服啊，她有一些是跳童的衣服的，我直接跑过去那个地方，拿她的东西上来玩。所以你太婆是巫师还是白衣阿珍还是什么？他们泰国那种俗称是怎样讲？其实在因为你讲还有跳童对对对，其实在那一个年代来讲他们没有真的是讲说一定是要这一个门派就没有分得那么清。对，所以我一开始真的是到底是哪一个？因为听我妈妈讲她也是接生婆，可是接生婆为什么会跳童？你太婆还会接生？对，她是接生婆，可是泰国他们之前有比较多的可以做比较多蛮多东西。对，这里打杂我跟你一样，他到底是什么？就西方的 Witch Doctor 也一样吧，他什么东西都全部包。西方的 Witch 还有包接生的吗？以前古代的就 Witch Doctor，就是可能那种 Before medical come out everything is Witch Doctor。接生包括下也是有。对，所以其实他后面的那个卡玛来到这里的时候，很多东西要做。你没有任何的前世记忆是跟你外婆是 connect 的吗？我觉得你是他也不是他，你明白吗？就不是 100% 是你太婆的灵魂。一杯的孟婆水没有喝完，喝了半杯，不好喝，放回去。我觉得就是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觉得你跟你太婆一模一样吗？ Maybe just fragment。我觉得不会。Yeah, exactly。我觉得你已经 reincarnate 的话，应该是混合了一些东西。我也觉得是。因为毕竟你还有你一般爸爸的血统是没有这种。对，爸爸那边是淡化了，所以你不可能是 100% 你的外婆了，就是已经 mix of yeah。他只是带着他的基因maybe 他的maybe a fraction of it。家族的东西还是会有啦，只是说真的是他的投胎嘛，这一个其实
我觉得也还好，可能我还是我吧。你那时候为什么突然间有一天问，而不是小时候问？为什么一定要选现在问，而不是之前问，或者是以后才问？你是有得到什么启示吗？那个时候是有一个朋友，他突然间问我，就是你家族有没有人穿白衣？然后我就讲，我妈妈经常穿啦，因为啊，短期的出家，短期出家他们会穿泰国人白他们都衣的比较啊。 OK，OK 我们就是尤其是住清迈那边，就是很正常啊，每个家里人 family member 一定都出过很家，正常吗？ consider very good married，、真的好功德只。是他不会是很长时间，可能是1个月、2个月。哦，所以他们出家的时候不是就是穿白色的那个叫短期的，然后不用剃光头的。啊？不用剃光头，可以有头发的。短期的可以有，长期就不能。好像 OK 我的外婆的兄弟那一边，他是长期的，就真的是 all the way 了的。就你跟你外婆那个亲戚那边的亲戚熟悉的吗？太不熟悉了。哦，因为你不在泰国长大，对，已经很远了。所以你外婆有什么法宝吗？我其实到现在还没有完完全全知道，因为我妈妈也有点好像她没有真的是保留对对，她蛮保留的，她没有真的是跟我讲是你有拿去这个，搭群你有这个，你有鸡这个这样。狗什么搭法器啊这种，就已经到这种地步，已经不能就是逃脱了。她好像还不懂，我现在是完完全全在做这个full time。为什么？她在泰国啊，所以有时候我跟她讲，我也不会讲太多。他肯定会感应到啊。他会反抗了，好像我跟他讲，我最近有在教人，然后塔罗牌类似算命的，他就哈，怎么你做这个东西？所以我就 feel 到 maybe 我要一点。所以这个 video 可能传到去泰国就好玩了。是不是做这一行的女生都有一些劫要经历，然后她不像你那么辛苦，还是怎样？我觉得是，可能他也知道我太婆可能后面做的东西有一些什么。因为你讲有帮女生，好像对他有做，就是人工流产这种东西。是这些也是我后期我自己做 scanning 的时候，我才发现，然后我在跟我妈妈过程当中去 confirm，原来她有戒，也有是不去加。是真的有一些小孩会跟住你的？因为你已经从他灵魂这样子在。我觉得是不出奇会的，是。可是你没有梦过，还是感受到，还是怎样？我去帮自己做一些 scanning 的时候，我第一次有看到就是很多很多的骨头，那个头骨的 skull 很多。这在泰国应该很正常吧？就是泰国他们很流行做这种头骨的一些成为法器还是什么？我以为是一个可能前世的画面还是记忆，可是我发现这东西它不是在记忆那边，它是跟着我。所以跟着的话，我就好像有哪里不对。until 直到我跟我妈妈就是讨论，然后她跟我讲这件事，我就发现难怪有那么多。后来我就是要去做一些疗愈上的东西啊，超度的东西啊，这样子。这样你有没有好像看镜子，然后？很多人都看到看到你的太婆的样子还是怎样，就是好像那个什么没有看过，我妈妈也没有照片，没有什么，因为以前在就是清迈，我们不是清迈城市，我们在甘崩的地方，所以来 camera 这个东西很 make sense。包括我有偷偷问我妈妈，你有没有什么她的一些法器还是 notebook 啊？她就你太婆不会字的，他这样子讲，我就以前的是很多不会字了。是，我觉得有东西，但是我妈妈也不要讲先的话，我也不用去强迫她，我就先走我自己的路，然后慢慢来就好了。那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反正你们都是同一体，有没有要试图就是连接他的那边的知识？就是你原本就有的知识有。蛮多的都是在一些草药的东西上面，需要时间的。以我们了解是需要一点点那种 download 进来。他有给过就是那种治病的，医病的。OK。对，我妈妈也是讲，就是她可以做到，好像有人断手断脚，然后找她医病那一种，她可以做到。然后我跟她连接的时候，这个
目前我会下载到的是一些经文的东西，泰国的经文。泰国的经文目前所下载到的了。有什么请教吗之类的？那嘞我可以都很求一个吗？没有爱情的，都是祈福的。我要找你的超度我要找你的太婆。谢谢你太婆就是你啊，不用找。我要进你的梦里面挖出来。其实我真的是觉得 ，she's you and you're her， 就是我感觉上你们的这个 ，yeah，like 你肯定是有 affection of her。泰国人好像有这样子，去世的时候他们会拿一个炭去，好像烧一个地方 as 做 marking 的。然后我那个地方也是有，就是这样子烧。去世了，去世了，然后还烧一个地方做 marking 在皮肤上面。然后我身上好像刚好那个地方也是有。那你？我妈妈不跟我讲。你不要看一下吗？我不懂，我这样看来看去，我知道我有很多一粒的那种 mark 啦，可是真的是一个。然后你妈妈有 confirm 说你也有这个 mark 吗？然后我问她讲，你要知道来做什么？我就 OK 了。也许就是我感觉上应该是做这一行都有一些结束要经历了，是，所以他不大愿意你涉及，就是觉得比较坎坷吧。我觉得其中一个他如果我有后裔，不要戒的我也不原因想我的后裔这么辛苦。其实真的，我也是觉得我不会想要后面的人也做所以或者承受这一些，所以你这辈子不会有孩子，还是怎样？随缘吧。来到就随来。缘。因为我很倾向想要啦。OK。是啊，我相信其实这一行的每一个人的背景，不管是他前世又或者是尤其是祖先那一方面的 DNA 传下来，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这一些的故事，都会受他们影响。对，是，不管是说好像我们是做这一行的，这样可能上面他们有在做这样的东西，然后传了下来，也有一些人他不是做我们这一行的，他也会传到祖先的东西下来，可能是一些关于到习惯上的东西，可能大家都有某一个身体部位有一种疾病这样子，是，对，还是有一个东西，在科就像学可以解 DNA 释这样子的传下来的，就好像如果你的父母双方有就是过动儿症或者是那个什么人格分裂症的话，很大可能整个家族里面就有好几个人有人格分裂或者是焦虑症或者因果病哦，这种。对，就是这个我非常赞成。还有一种好像是精力方面，就可能你是我的爸爸，可能你也是有金钱上面的课题，然后来到我这里，他也是这样子 continue 下去。所以我们每个人除了要疗愈我们自己，其实我们应该也要去 backdate 看我们的祖先到底有什么问题。就你们讲的业障，除了业障，也是看 intergenerational 的那个 trauma。 Yes。我们心理学里面都有讲 intergenerational trauma， 因为他们 upbringing， 他们的思维，他们的 perspective， 还有他们的 background shape 他们这样子的思维想法，所以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三观这样子。所以三观一直这样传，有时候如果我们不打断它不改的话，我们就一直是 continue 这个的 evil cycle。所以我觉得所以疗愈真的是通过疗愈我们自己的确不容易的。现在来讲的话，因为很多这样发达的时代，很多东西这样快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很难退回去，所以真的是蛮痛苦的，的确是。所以我个人痛苦啊！什么故事那么痛苦？哇，我们接下来 Wilson 要讲他的祖先业力也好，这个什么祖先的这个 lineage 影响也好，就是还蛮我记得我第一次认识你的时候，哇，我们好像讲了6个小时吧。我记得有这样多吗？你懂吗？我一整晚坐在，就是吃饱饭晚饭可能7点这样子，然后一直坐到半夜的那个，然后我们就在你家谈了很久，然后我还去你家，好像去探灵，因为他的那个家还蛮猛的，就是
他的故事背景也是我只能用坎坷两个字来形容，然后也有一些很不能解释，就科学不能解释。可以这样讲，也可以说是，其实现在应该蛮普遍了这个故事。今天可能只是 serve as a reminder that you are not alone 哦，大家不是孤单的，因为可能就是上一代的人可能会有某些人，可能我们所谓的仙骨敏感体质的父母的话，祖先们可能，比如好像刚才的故事啊 ，Kelly 的分享也差不多的。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做这一行的都有其中一代都有做了很多东西，下一代我们这样子来要去还这个债，还是 stop 这个 cycle， 还是回报某些东西。For 我的故事应该是说我妈妈那边以前来讲的话，所以是讲她 claim as 就是算是有相同的体质，所以人家叫她有精神啊，她也是有跟了很多个师傅去办事。是学法吗？有学法，也就帮她解。都是道教的对吧？从道教到佛教，它都道法都有这样去修。道佛法都有，所以就可是我早期的那年代是应该他们就比较如果他本身的师傅还存在的时候，其实还不错 ，everything 还风平浪静，没有东西发生。那个是道教师傅吗？最后的是佛教的师傅，一个比较修佛法的啦，那就有帮讲解降啊，解什么就还行。Then even 因为我们家族都有可能祖先的也是有祖先问题，因为可能有些我所谓 claim as a 大伯，可是因为我的大伯就是他老死是一个人过身，又没有孩子，没有什么，就没有人祭拜。等他本身我们家族以前的人就是会讲，如果我们是兄弟姐妹，你没有啊，我的孩子给你寄养在你就是你的孩子这样子。那是我大伯公，所以我的大伯是belong to 他 but 可是他过后就移民去外国，他就没有祭拜他，没有东西。而最靠近可以找到的 immediate 的家属就是我们了。以我妈妈是可以有一点敏感体质，她就可以跟他 connect 的话，就一直烦我们哦。如果这个大伯公他是蛮多年的，就是缠绕我们的家蛮多年的，然后蛮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在家都很多发生。真的蛮刺激。你是讲大伯公的神像吗？不是，那个是the status itself of my relative 是大伯，还有在阿公的 level 呢，大伯公。对，OK，就是一个亲戚。Great uncles，他是那个就这样子来有 approach 我们，而他基本 before 接触到师傅们，所以你的亲戚在搞你啊？都有啊。简单来讲。Surprisingly， 我的祖先，所以有时候祖先 suppose 如果你给得好、按得好、everything 好的话，他 by right 是来照顾你的。但是可能我那边的祖先们上一代没有妥当的安放他们嘛，就是 take care of 他们，所以 end up 他们过身过后，可能没有人祭拜啊，没有人什么，就大家好像就那个东西就丢，那个球就丢在我们身上了。而最好玩的是，那个是蛮早期。因为我妈妈的关系，其实这种好像我跟她一样的，就是差不多在家里讲那种看到有什么就这样咯。你那时候妈妈不是已经开始上童了吗？她上童，可是因为她自己她上童她有解决，可是有很多可能她的 power 不到那个 level 解决这个东西，所以那个东西一直来好像反射来这样子也有。不容易就是一直来回的。加上还有另外一个，我们讲风水上的话，我们另外一个祖坟其实的祖坟也是可能塌了下去，所以对我的姓的那个男性们呢，我的家族男性们其实 around 60多岁就拜拜了的，就都是走了，所以就其实可是我们上一代的人他没有大概的讨论，也不想去讲这个东西是。信的信啊，不信的就没有话讲。但是以我的眼睛看到跟发生了这样多事，其实也蛮多。所以建中发生了什么事？就是在家里那边都会一直有灵异活动，有灵异的活动啊，还有什么灵异活动？还有怎么？好像我这样子空间，这3更半夜，我们就是几兄妹在家的时候，有一次记得很清楚，蛮好玩的一天，就是突然因为他那时候他要带。他一个人嘛，我的大伯公他就要带走我爸，因为我爸也是突然无端端有身体状况出问题的，就
就带走就讲带走哦。可是我妈就顶来顶去顶不完这样子，但我家里也是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发生啦。但有一天就另外一个比较明显的就是突然就我父母上去房间休息了，然后整个下面的房就是大概11点多12点，突然整个屋子 out of nowhere 有这种声音，啊，这么大声、啊？很大声，我真的以为谁开 speaker 还是奇奇怪怪的东西啊！整个家就听，大家就觉得开听的不对路，但好像有一点点不对劲哦。但不是我听到，就是下面孩子们全部都，就是我哥哥姐姐们都听到，大家就冷静下来，等我们就很自然的就去拿多几支香插下去先哦。好像可以探灵的感觉。我以前的旧家是比较多，我以前的就说你现在那个家，我也觉得哦，对，until 我搬了一个，其实一个家比一个家，就我搬过几个家，一个家比一个家减少啦，但是就是从家族的到，可是他要什么？他要首先是要你爸爸，他要带走我们家族然后的人，你妈妈就是通过某种方式对不让他带走你爸爸，他又辛苦，until 有个师傅来帮他，就压回那个，我把他压回去了。But then 过后，因为我妈妈都有去办事跟做很多东西，可是 halfway 她又停下来，因为可能师傅不在，她也没有那个觉得不想去找，因为我爸爸过后答应了某些东西，我爸爸也是突然往生了，所以我妈有点灰心 ，then 她就没有办事了。But 她 before that 她还答应了要办事跟做很多东西，这个的 debt。这个的灾，对，这个灾，他是跳什么？跳蛮多一下的，像以前。哦，不同的灵有都可以。但可是因为他答应过很多东西，而没有呈现，没有做，这个就比较少。就讲我们今天讲的题目就是说，上面没有还债，我们来还哦。所以 end up 就我来要挺上去，所以就有很多的因素压到我这边，也四面八方的师傅都会。暗示明说跟暗说都有说，因为你妈没有做啊，所以我就必须。就是其他师傅见到你都有，因为很多师傅接不到。我带过我妈见过很多个。你妈有什么问题那段时间？因为她身体应该开完，所以很多以前的业障到现在的，就是她就是个 open portal， 大家进进出出啊。就是她已经没有在上同了，没有。过后就是没有人去你家拜拜了吧？应该是。因为你们的神坛应该是在家里吧？他去另外一边的，他没有在我自己家拜，可是他还会有东西来家，突然就是你跟他讲话讲到一半，他会自己会来都会有。而你那一次看到的，可能是我发现的是他有掺了很多东西，他可能他自己的遗憾啊，很多负能量累积在一起，跟很多的所谓的业障，他老了嘛，他就一次过来。他就有影响到他，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有某些原因不是逼啦，是我愿意的去做来减少这个的 karmic 的这业障的问题，而减少。但因为那段时间 before 我答应真的是也 before 我真正做塔罗我拜拜这个的行业的时候，这种玄学的确我妈妈那几年3到5年都一直进出很多5、6个 specialist 医院，真的很崩溃，身体会影响到。然后until我自己开始慢慢答应做了，帮比较多人的时候，发现到，他又不用看医生，我也不用，大家都不用看医生的感觉，很奇怪，就会有这样子的问题了。所以这种我们讲业障的业力很夸张。他答应了要去办事啊，就只是纯粹讲。但是可是你有办过事，等之前你有帮很多人解降啊、解东西，那些的业力，那些全部的负能量累在一起，等到one fine day 你弱的时候，所以一次过来，所以对业力是很恐怖，业障是很恐怖，所以。even 我现在我的 practices 里面，我都是很强调讲，我们来消业力，我们来做烟供啊，我们做很多念经啊，回向回给众生，回向给四面八方啊，就全部需要的就是回。这也是为什么你第一次跟我讲，你跟那个绿度母有缘分。准提菩萨。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个准提菩萨。
对对对，然后就是因为你答应哦，我记得了，就是那时候你讲你家里前面是有好像做一些员工，或者是让他们进来，好像可以在这里学习什么的。对。然后对，我记得就是这个，就是你答应他们，你愿意接受你妈妈的某些，可以这样子说，就是另外一个 guarantor 咯，接了另外一个档来自己扛哦。大概这样子啦，所以就这样子继续做，所以员工也做了不少，也做了蛮久，所以通过员工我看到的很多东西，生活改变，人生有改变。对，好像只有你，因为你的哥哥姐姐，然后你的哥哥好像他们的确是都还有问题，也有，大家还有一点，可是就慢慢的进步啦。因为毕竟我家族都是，其实大家都算是敏感体质，但是大家都，你哥哥也是吗？其实他们可以看得到的，可以 feel 得到的，但是大家就能躲就躲，能闪就闪哦。我觉得现在很多都有这样子，可是现在00后们的孩子们，我看到的是比较勇敢的去抓着来做啦，所以他们比较不同。我记得我那时候去你追星这个家吧，就是我看到真的是一群灵在你的整个家门口，可是我不觉得他们是有恶意还是什么。万物有灵，大家都是很友善的。因为你有念经啊什么之类的，也有念经、点灯之类的，我记得好像有忏悔，有帮助他们。当然有准备一个地方给他们来所谓的有的吃有的喝buffet这样子咯。然后我们当时有2个在那边喝茶，然后我觉得哇好热啊，太拥挤。我讲你们滚出去那个 gate 外面可以吗？就是很挤然后他们就没有什么，可是我一进到你的家，我看到一个很高的黑色的影，那个是就是你懂到现在是谁来的吗？旧的吗？还是现在的？就是我最后去你那个家，在我就讲那个丹曼什么 OK 那边的话，那个等于说我刚刚提起了，它就是因为我可能一个人的负能量跟很多业障累积一起，长期这样子的话，它变成另外一个体型的东西。哦，那个很高哇！你很想去跟他玩那个？没有，我很敢跟他切磋一下。就是我当时去厕所，我记得对，他那个灯会好像有点闪一下 flickering， 他的那个 light 会 flickering， 都有。在跟你讲话，周末踩场都会有啦。我一直在想那个是什么来的，因为我到现在还不懂可是你说是就是很多东西，所有东西就创造出来的一个，这个会比较难解决。可是你们2个都很 acceptable 就没有太过抗命 ，right？ 都是这样哦，一日3餐还是要吃，就反正可以选择做很多东西AI 啊 APP 啊，已经安排到来这里了啦，也不是说特地知道这个东西而要去还债还是什么，而是就这样子路就是慢慢的安排。对啊，就进到来这里，然后又各式各样的机会，然后还 full time 做这一个工作。因为讲真，玄学啊、身心灵这一个的话，我发现就是我很多顾客啊，或者是学生，他们都刚刚进这里，他们会很想要你们讲做 full time 啊，然后我自己也想要辞掉我的工作，然后来做这个东西。但我是没有想过这个东西，我一开始都没有 imagine 原来这个可以做 full time， 可以做全职这样子的。你那时候好像只是学跳舞罢了，不是吗？对，我还卖 property 的。对，他是就是地产经纪人，卖屋子的，对啊 ，from anywhere go to Mid Valley 都是5分钟那一种，哇，真的，然后就 full time 直接进来，而且他也是有就是另外一种职业，就是做 event 的，对吧？我做很多东西 ，event、social media management、PA 啦，包括了 everything。就反正跟这个学生没有拉杠，就对了。其实没有，所以就机缘巧合，推下，走下，就见到你啦。讲到 addictive behavior 这个，我真的是可以 relate， 那么要等到下一期才来讲，因为时间点有点长。
OK，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集就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本身的一些家族问题。然后呢，当然我们会公布我们将会做的这个 workshop，which is related to 祖先疗愈之旅。OK， 现在就讲到这啦，拜拜，拜拜。如果你家里最近有点不对劲，不管是家里民宿还是酒店，我可以过去住一晚，帮你看清楚。我做的是 paranormal investigation， 不是吓你，是把事情搞清楚。如果你遇过类似的事，留言或者私信。